嫁贵妇的八字到底是怎么样？你看喜用神了，那你是甲木命，你生弱，那么寅和你是天地同根，可能是一个好的老公了。你的官星官印相生，母胎单身，那这种又是为什么呢？三观非常旺的这种，嫁贵妇的那种豪门的例子，我很心动。就是先生的奇门遁甲是催婚姻的最牛的。幸福的婚姻，那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先生要找什么样的女人？大家好，我是道元。年关将近，许多粉丝都私信来询问新年的运势走向，所以我决定12月31日前在 WhatsApp 群与大家做一次新年的指引，看看新的一年里有哪些时机值得把握，哪些潜在的危机我们需要提前的规避，事业上的贵人与机遇落在何处，丙午年火运太旺又会对我们的健康感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助理进群，提前进群的粉丝有机会拿到免费的个人分析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还没有助理联系方式的，记得尽快添加 WhatsApp 85246198842。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爵，我是安南。好，大家好，我是道元。哎，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期的八字内容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也有私心啦，但是也是给我们广大女粉丝做一期福利，就是嫁贵妇的八字到底是怎么样的？关键是什么？你是什么命啊？命里面藏着什么啊？不只是说对象的层次，也反映你吸引什么样的人进入你的生命，你选择什么样的亲人跟你在一起生活很关键。所以嫁贵妇是一个女人这一生的必修课。就女人有几次改变自己的命运机会，第一次机会当然是我们出生啦，我们在很好的家庭里面呢，我们很好的父母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嫁什么样的老公啊？是，第三次就是说呢，就女人的命好要看子女，就母凭子贵嘛。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很好，女人就是时尚运很好了，代表自身还自己的晚年还不错。所以从八字里面如何看到你能否嫁一个很好的老公，就变得特别的重要。那老师从你的独家八字来看，哪些女命的八字特征比较容易嫁得好，或者说容易嫁贵妇呢？比传统命理看，你就看喜用神了。如果你的婚姻宫是你的喜用神，这个就代表什么？你嫁一个好的老公。举例，那你是甲木命，那么你生弱，你要以木为用，那么寅和你是天地同根，那你有可能就嫁一个好的老公了。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你的官星嘛，是我的老公嘛，官星没被破坏，又带来财，以官复财，那么你也可以嫁一个很好的老公。那么还有就是说，官印相生，官生印代表什么？这个老公也是一个贵妇，有权利。印就是什么？贵人嘛。对。那么官印相生的人，其实也可以的。对，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讲财官流通了，用财来升官了，以官复财了，这些都是嫁贵妇的命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八字。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子，其实条件也不错，但是命格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可能婚姻就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没有那么美满，甚至母胎单身，没有谈过恋爱。那这种又是为什么呢？那可能他的格局啦，就是他的格局，比如说有一些三官格，三官非常旺的这种，他说天生有克夫命的人了有啊。那像这种盘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八字里面不是有一个神煞嘛，叫孤辰嘛，对不对？对。男命就孤辰嘛，女命就寡宿嘛，是不是？所以孤辰碰到寡宿就很好啊，寡宿碰到孤辰就很好啊，对吧？很容易克夫的人，然后遇到一个很容易克妻的人，他们就很好，是不是？你也克不了我，也克不了你，对不对？那老师有没有看过那种特别典型的那种嫁贵妇的那种豪门的例子呢？看过一个女孩子的八字呢，应该是丁火日元了，3个姐姐，然后还有一个弟弟，这么多，对，5姊妹，就很穷啊，家里很穷啊，对，然后3个姐姐都嫁得很差，一个比一个嫁得穷，她爸爸很早就癌症去世了，然后她妈妈就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弟弟也不太听话，那就很悲惨，就还是很悲惨，对，我觉得她跟我有点缘分啦，因为我八字也是以火为用神，她还是丁火命，我打开她的八字一看，你会嫁一个亿万富豪的老公她就说不太可能，我进入不了那个圈层，然后我身边都是穷人。他说我怎么嫁？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专业，他是学护理专业，也就他有一些很深的这种照顾人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看八字非常的关键？我看他的八字，他丁火生弱，所以我说你来广州发展，因为广州是木火同音的地方啊。对。他说我做什么职业呢？我说你要做助理类的职业。
我说你要去考这个心理学呀，原来那个这个护理专业的这个知识要补回来，要学习做人家秘书、做董秘的、做助理的这种需要的这个技能，他在家里面大概也沉淀了半年，然后呢就去到了广州，到广州呢开始学一个培训公司，因为培训公司也是五行属木的，是把整个人的这个讲话各个方面啊做了一些提升，然后呢后来就去一个医疗公司去做了董秘，然后1个多月以后就怀孕了，然后就奉子成婚，然后打电话给我，他说先生我真的嫁了一个贵妇，她是我们湖南的啊，湖南那个湘西那边的苗族，她老公给她去提亲的是用那个扁担嘛是吧，挑了10担，那1担大概就是个100万了，哇，10担呢就给他们家就提了1000万，天哪！她嫁到一个好的老公，然后把她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发生改变，然后她一开始又生了一个儿子，母凭子贵。所以人生就是，如果你想嫁贵妇，你一定要看你的八字，把你的八字看好以后，然后你从哪个方向去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道阳老师算命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让道阳老师帮大家去看看你的贵妇到底在哪个方向，在哪个事业里面。所以你看八字就是可以调整本身自身的能量，你本身的自身能量很好，然后的话你就会吸引到更好的那个能量，然后的话它是阴阳相吸的嘛，对，如果你自身能量很差，你是没有办法去吸引那些很优质的男人，因为频率不一样。对，频率不一样。对，就在奇门遁甲里面，我用奇门遁甲和很多人催过婚姻呐，就是先生的奇门遁甲是催婚姻的最牛的。我跟你讲，我可以把你老公有多高都可以在奇门遁甲里面给定制，你嫁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嫁1000万的老公，还是嫁5000万的老公，就怎么嫁贵妇，我还是蛮有经验的，所以我就可以给大家展开来讲一讲。我很心动，就是我们跳到奇门，从八字跳到奇门哈，因为奇门是其实是先生最擅长的。那我们在奇门里面，我们会有婚姻宫，是不是？看你的6合，然后还有看你的景门，然后还有看有什么，就是你的天干跟你相合的那个宫位，那个宫位是一个什么样的相，我们可以把那个相全部给它做调整，做移星换斗，所以就可以定制，你知道吧？比如说你想老公有钱啊，放在钱的位置，你想你老公长得帅，然后你在你夫宫的那个方位摆上你所心仪的那个什么那个长相那个身材身高，让你老公的那个夫宫的那个命宫里面呈现出这样子的能量，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心动。那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直接添加我们道阳老师的 WhatsApp， 让道阳老师为你量身捏造一个属于你的另外一半。是的，老师认为在当代的这个社会里面，一个女性想要收获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那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讲我找女人好不好？我不讲别人，对不对？好。比如说先生要找什么样的女人？先生找女人，第一个她的能力要很强啊，如果能够第一绑定在一起的就很好啊，感觉是很稳定的。但如果你是什么爱情绑定、情感绑定的话，大家都越来越窒息，就越来越没有自由。所以说第一绑定是第一个了。第二个就是说有强大的生育能力了。当然，如果说女孩子有点背景也是比较好的。你说这学生讲这个话很俗啊，我跟大家讲，就是左宗棠厉不厉害？左宗棠没有发迹之前，你知道吗？他入赘了10多年啊。李白啊，当时还不是诗仙的时候，李白第一个老婆你知道吗？他也是入赘的。然后努尔哈赤厉不厉害？清朝的开国皇帝厉不厉害？他第一个老婆是谁？对吧？他也是入赘的。大家的第一共同体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在一起，你们有了生命，就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就有了亲情，有了亲情，我们就还有恩情了，就日久生情，会有了恩情的。是。所以什么是很好的感情啊？我可以接受你不爱我，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离开我。我的身家性命都在你那里，我能离开你吗？对啊。你的身家性命都在我这里，你能离开我吗？不能，是吧？因为离开是因为什么？我们的情感不值得一提，不管是情感可以切割，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切割。当我们的财富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切割吗？不能。比如说，我们是我妈妈生的，我们有血脉，我跟你关系再不好，我没办法切断这个情感的维系。是。男人和女人不离婚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你的血脉没办法切割，就是你跟这个男人生了5个崽，怎么能够切开这个血脉？切不开。然后你们的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在一起，第一你没办法切开，第一没办法切开，婚姻就很稳固；第一切开，婚姻就立刻就没有了，因为男人出轨的几率是100%。除非他是个修行的，
但这种是什么？修行是怎么来的？在人世间的这种红尘之中，不断的这种经历啊，因为他拿起来过，放下来，所以他拿起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渣男的过程。女人千万不要让自己糊里糊涂的嫁了。所以你看我女儿现在很大了，是吧？21岁，然后的话，她说：“爸爸，我现在应该找什么样的老公？”我说：“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钱，第三要有钱。钱是一种能量，因为钱在人的这个物理世界中解决99%的问题，因为钱多就代表一种品质。那当然了，不能够说这个钱是作奸犯科来的，那不行。所以这个钱你要看钱干不干净，是吧？你看钱是不是你的能力来的，这个钱还是你自身的这个命理的能量来的。”是，那其实今天老师的分享其实真的很精彩，而且我也从中获取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领悟吧。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婚姻命格，或者说想要让我们道元老师帮大家用奇门遁甲的方式换取一个属于你心目中的那个理想老公的话，就可以点击我们评论区置顶的链接，加我们老师的 WhatsApp。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聊的也差不多挺多的了，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其实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先生并不是说大家唯利是图，我是告诉你是，我们只有在物质上面得到了极致，我们才可能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上面去。所以一个人有钱，他才可能会思考我们的品德从哪里来。没有哪些说这个品德很差的人，然后他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对，能赚到钱，他都是说暂时的，他不能长久的。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必须的，所以没办法脱离实际，然后呢，我们去谈一些虚幻的东西，知道吧？所以也避免一些这些小年轻啊受到一些伤害，对，然后我们活在情情爱爱的世界之中，对，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从来不看琼瑶的，苦不苦啊，对不对？然后呢，跟有夫之妇的人在一起，然后他觉得自己可以感动全世界，最后的话，人家死的时候1毛钱没给他，对不对？是吧？所以你看，电脑的教母都过得不太幸福，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看那些所谓的言情呢？对不对？所以先生讲的才是真正的爱情秘籍，不是那种这个总裁好好啊，跟你啥事呢？跟你没关，对不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